香港电影是怎么死的？看看周星驰就知道了。最佳男主角是的，哇，梁家辉。1992年，香港影坛出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，年度票房前5名居然全是同一个人的电影。那年周星驰一口气上了7部影片，全都打进了年度前15。生死关、家有喜事、鹿鼎记、武状元苏乞儿、鹿鼎记、二神龙教5部加起来超过2.1亿，占了全港10大总票房的一半左右。成龙和周润发加一块都没他一个人能打。这一年后来被称为周星驰年，30多年过去，这个记录依旧后无来者。而周星驰不光票房数据好，演技也终于得到了主流的认可。生死关里的宋世杰从贪财市侩到良知觉醒，层次递进的清清楚楚，直接让周星驰拿下了第37届亚太电影节最佳男主角。这是史上第一个靠无厘头喜剧拿到亚洲级影帝的演员。这样统治级表现，金像奖总得给个说法。可是第12届金像奖颁奖礼最佳男主角最终落在了梁家辉的头上，而让他拿下这个奖项的还是一部低成本喜剧《92黑玫瑰》。对，黑玫瑰投资远不如神死关，上映头2天票房加起来才40多万，差点直接被院线下架。梁家辉在里面演一个油头粉面的浮夸警察，一个正剧出身的文艺片男神放下身段演了回喜剧，评委觉得这叫突破，叫演技。可一个把喜剧演成完整艺术体系的草根天才，评委觉得这叫天分，叫应该的。这还不算完，坊间还传过一句话，金像奖前主席文卷说过，我在一天，周星驰就别想拿奖。虽然后来文卷辟谣了，这话不是他说的，但他确实公开讲过，周星驰时代早已经结束。星爷当然没有坐以待毙，他在电影里开始了自己的反击。1996年大内密探零零发结尾有一场颁奖典礼，零零发立下大功，所有人都觉得最佳男主角非他莫属，结果奖颁给了他岳父。零零发当场就问，刚刚那场戏我从头带到尾看的是水准之作，有目共睹，你怎么会把奖给那小子？哎呀，你也不错了，但是流于表面，就像刚刚你老婆听你心跳那场戏啊，表情做作，略显浮夸。之后零零发的那句台词也正是周星驰想对那些人说的，那些是世俗人对我的看法，你该不会也不识货吧？大内密探零零发上映后狂揽了3605万票房，转年金像奖上这部作品连个提名都没有。到2002年，香港电影市场已经不行了，年产量断崖式下跌，影院一家接一家关门，金像奖终于慌了，他们发现没有周星驰，港片连底裤都没了。于是第21届金像奖少林足球一口气拿了7个奖，周星驰一个人捧走最佳电影、最佳导演、最佳男主角、杰出青年导演4座奖杯，这还是金像奖史上的头一回。那座迟到了快10年的奖杯终于递到了手里。可这时候的周星驰已经不在乎了。2005年之后，周星驰再也没踏足过金像奖的颁奖现场。到现在，金像奖已经连个水漂都打不起来了。以前金像奖说出去是华语电影的门面，现在基本就是香港电影圈自己关起门来玩。周星驰就不一样了，从星仔被叫成星爷，从跑龙套的变成了喜剧之王。今年暑期档他的新片《功夫女足》上映，20多天票房就破了21亿。当年金像奖觉得自己是考官，周星驰是考生，现在回头看，周星驰早就交卷走人了，考场里的人还在那儿打分呢。